在想什么呢？树苗这孩子太不懂事了，您以后啊别这么给他念。又怎么了？哎，树苗的电话。喂，树苗，怎么了？我把手机落您家了。啊，你手机落家里了？没有啊，在这儿。啊，没有啊，在车上啊。是我原来那个。啊，你等一会儿，我把手机放到免提，你跟你爸说，他能听见啊。哦，那您放心吧，我帮您收着呢啊。行，你把电话给我收好了，有事就打我新电话啊。知道了。还有，好好给人喂鹦鹉，别乱动人家里东西，听见没有？我才不会动他们家东西呢。啊，挂了。呀，听见了。哎呀，你对树苗也太严了。严还这样，不严还不定成什么样。屌丝逆袭呀！杨树，快点，给我开门。Hello 啊，想喝什么就喝，想玩什么就玩啊，你就当这是你自己家。哇塞，那边还有啊，那么大，你住这么大房子不害怕呀？太过分了！怎么了？思思，你快来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什么东西？他匆匆的走，正如他匆匆的来，送来一筐大闸蟹，没有一句表白。这我昨天就看了，我也觉得他是够奇葩的。你说，他先是约人家出去，然后放人家鸽子，然后后来呢，又说要跟人家解释，结果一句话也没说，送了筐大闸蟹。你又换手机了，不好看。你拿着饮料喝。你怎么那么懒，自己不拿，真是。在哪儿呢？冰箱里。啊，男人跟男人不一样，有的喜欢知性型，有的喜欢火辣型，你得投其所好。那我又不是妖精呀，想变成什么样就变成什么样。这妖跟妖还不一样呢，白骨精跟狐狸精都是妖，这白骨精啊，就是没有人狐狸精吃得开。那是，白骨精孙悟空见一次打一次，狐狸精呢，吃人肉喝人血，干的坏事一件也不少，最后还能嫁一书生秀才什么的。你能别成天在我面前叨叨这些歪理邪说？哎，你还没说为什么呢？因为狐狸精会扮无辜，会装弱呗。说对了，这女人啊就得会撒娇，这女人一掉眼泪啊，男人就心软。你说白骨精铁骨铮铮，百屈不挠的，哎，那不挺好看的吗？这哪个男的会让她呀？这狐狸精色诱男人啊，哎，宝贝儿，你说怎么办呀？我特别想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我饿。你说男人怎么办呀？顾小姐。哎呦，走开走开！这男人啊，不立马就从了。哎呀，男人还好面子，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弱智，只能说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哎，服务员，你好，给我们拿下这衣服的号。你穿什么号来着？哎呦，我就是这一件就好了。哎呀，你都试试吧，衣服试试才知道哪件好看。刚说哪来着？狐狸精嘛。白骨精。这白骨精啊，就是傻，跟人硬碰硬的，就跟你一样，一路从数理化拼上来，到了职场，狭路相逢勇者胜。
即便你这貌美如花，这男人也抡不起你这千钧棒。那怎么着？我把工作辞了，然后成天去色诱男人。小姐，您都28了，实在没工夫改走什么性感路线了，你就踏踏实实走好你这个路线就行了。好你这口的男人也挺多的。哎，怎么样？挺好的呀。哎，布料也不错。3800呢。你还能一点不付出啊？那万一不成呢？那更得买了，那得做长线投资。哎，服务员，衣服拿来没？你就把其他几件也试试。你试试，事儿那么多呢。哎，你帮我把这一件拿一我能穿的好，我穿 S 就行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哎，你手机响了。哇，不乐。他还有脸给我发短信。他还有脸叫你宝贝儿，问你在哪儿，能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呢？我跟他说你在金湖茶餐厅啊。你跟他说这些干嘛？手真快，你不想去就不去呗，反正他放了一回你鸽子，你也放他一回，一报还一报。我要教训个贱人，人家怎么撵啊？看不顺眼成了。你想怎样？我想让他以为自己能嫁一个有钱人，然后梦醒了，心碎了。顾晶晶，是。你好，我是 Popular 的侄女儿。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 Lily， 我们是碰上的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，我是替我大伯来的。我大伯呢是个好人，离异之后就没有再娶。他的性格吧比较害羞，就属于那种不善于表达自己情感的那类。不过他很喜欢你，还问我说，如果喜欢一个女人，我应该怎么去表达呀？那我就建议他说，你送我 Prada。没想到还被你给退回来了，我大伯特别沮丧，我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，觉得是冒犯你了，对不起啊。那个侄女，我大伯觉得呢，你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，不物质不势利，他呢最讨厌那种物质势利的女孩子了，所以也不好意思过来。毕竟你看你这么年轻貌美，他大你那么多，但我答应了给你个解释，我看他挺为难的，就替他过来了，希望你不要介意啊。侄女儿，这事情吧，你没有误会。晶晶就觉得跟你大伯认识不久，收这么重的礼物，她有点不太好意思。我也是这么跟我大伯说的。他们那代人嘛，跟咱还不太一样，他们是越喜欢一样东西吧，就越不敢去面对，反而还得装着不喜欢不在意。你怎么说呀？宁肯有尊严的失去，也不愿意死乞白赖的得到。你大伯让你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解释这些？不止这些，他说他很喜欢你，希望你可以认真考虑。他现在呢，人在去往东京的飞机上，因为公司临时有点事儿。如果你也喜欢他，想跟他继续交往，你可以给他发个短信啊，他一下飞机就能收到了。如果不喜欢也没关系，别勉强嘛，
他是个有身份的人，绝不会再打扰你，给你添麻烦。现在孩子都已经这样了，哎呦我妈呀！这说话我有点接受不了呀，太咄咄逼人了。哎，你的博奥普勒肯定巨有钱，看见那孩子没有？从头到脚全是名牌，就那爱马仕，那颜色想订都订不到。我之前在淘宝网看到过，2手的都要卖6万多。还有他身上喷那香水味儿，我闻都没闻过，肯定是个限量版。哎，他说他是杨叔他侄女，你觉得是真的？他闺女，你也觉得是吧？多新鲜呀！这年头有哪个侄女会操心大爷这种事儿啊？不过从这件事情上，你可以看出这博奥普勒肯定特别宠他闺女。你想呀，但凡他能看得上的，他肯定先过他这女儿这一关。他女儿要不同意的话，他绝对不会深交的。你意思是，他故意让他闺女来看我一眼？嗯，这事儿你得理解啊。你们俩还没怎么着呢，他要把你带去见他的闺女话，你肯定心里不舒服呀。但万一等你们俩怎么着了，哎，他闺女不同意的话，他该怎么办呀？这有钱人之所以被称为有钱人，就是在对待问题和处理事情上特别周到，不像有的人，哎，什么都不想就不管不顾的先爱上了，到头来这个不同意那个反对的，把自己弄得特痛苦，坑了自己。你想好了，成天播种育种的也没见你打上粮食啊。欲速则不达，差不多就成了啊！你现在看不上的那些，反过来到你等个30岁，你还得求他们，排队都排不上。我为什么要排人家的队啊？我得让他们来排我的队。这事儿就跟买房一样，你得向开发商学习，把自己当期房，让那些想买的人先交定金，然后再付月供，付个2、3年，你都不能让他们入住。他们万一后悔了，那行，把定金退给你，你之前付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泡汤了，到别人那儿还得从头再来。你要是不想退，那对不起，那就得看姑奶奶我的脸色了。我想涨价就涨价，大不了退你定金呗。到别人那儿卖得更高，房价就这么被炒上来的，知道吗？哎呀，那到时候没人接盘怎么办呀？你可砸手里了。哎，是不是在你眼里，一般的男人都不是男人啊？哎 ，Poplar， 什么来着 ？Poplar， 它是一棵普通的杨树，你还会搭理它吗？不就是因为它是一棵有钱的杨树吗？哎，那你因为什么呀？啊，因为一见钟情啊？就因为他第一次见你，把一杯水洒到你身上，然后笨手笨脚的给你擦，你就觉得他特深情是吧？他要是一服务员，你会觉得他深情吗？你肯定嫌他笨，然后投诉他，最后呢让他赔你衣服钱，就算不赔你衣服钱，也得赔你改洗费。哎，我说顾小姐，你怎么就那么听不了真话呢？我有自己的工作，有自己的收入，我要找一老公，他要是不疼我、不爱我、不关心我、不照顾我，我要他干什么呀？就因为他有钱啊？有钱怎么了？银行有的是钱，给你嫁吗？谁你手一空房见不着人有什么意思呀？丽丽，我跟你说，像你这样的呀，就跟杂技演员耍盘子似的，一手耍好几个。你别上班了，你去当杂技演员得了，保你得1金奖。好了，我的女神，对不起啦。来，别生气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大马路上这么多人，丢不丢人呢？好了，不过我真觉得你这样不好。我也想好好的啊，找一人开开心心过日子，每天上班下班，吃饭睡觉，节假日出去玩玩。
可是生活是现实的，你知道吗，顾小姐？就算生活再现实，你也不能找一个有老婆的呀，特别是那黄老板。我不信任何人，我相信我自己。哎，我说我怎么就跟你着不过来这急呢？我跟你还着不过来这急呢。哎，你就不能踏踏实实的把自个儿嫁出去吗？让我沾沾你的光，做一个好女人。好了 ，stop， 我们不谈这个话题了。你干嘛打车呀？我不想坐公交车，行不行啊？算你有钱。今天我请行了吧？谁要你请？谁稀罕啊？唐总，到了。呀，家进贼了！树苗，杨树苗，弄死你！弄死你！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。回去我怎么收拾你？弄死你！对不起，唐总啊，这树苗这孩子太不懂事了。你别弄了，别弄了，我这一会儿就收拾完了。你别弄了，我想歇着了。弄死你！弄死你！对不起啊。弄死你！那明儿什么时候接您来？我想休息2天。那我回去等您电话。官兵到达现场后，利用中型挖掘机横渡过敌火机流。由于洪水过严重，救援官兵在横渡第2条激流时遇到困难。马可朝鲜任务哟，老杨干活呢？给你当爹真是丢你人，怎么着？人前人后喊我老杨，
说我是你大爷。爸，我这也是为了保护咱们的隐私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想想，别人要是看你有我这么大一闺女，人得问还是他妈呢啊？你得解释吧。我要跟人说你是我爸，别人还得问我你妈哪去了，我又得嘚啵，人言可畏。少跟我这贫，怎么给人喂的鹦鹉啊？都会说我弄死你了，就这么教鹦鹉说话呀？我猜他唐诗他也不会。还有，人家里，你给人折腾成什么样了？我哪知道你们那么快就回来了？那么什么是？哎，不是说1礼拜吗？这才2天。你就不该动人东西。他生气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么做特让人瞧不起，知道吗？你爸就是一司机啊，做人得明白，得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。哎呦，我不就是试了他2件衣服吗？又没给弄坏了，我都不知道自个儿是干什么的了。可你知道，人家怎么看你爸，怎么看咱们这样人家的？人是打心眼里瞧不起你，给你个笑脸是对你客气，还真把自己当根葱给人呛过去。行了吧，爸，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妄自菲薄，纯属自卑心理。人家唐红阿姨，原话比这还难听，想听吗？她说什么了？甭管人说什么，你爸就是一司机，就是给人开车的，别不知天高地厚的，对你客气点儿，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她真这么说的呀？那我得找她去了。我看来你找人干什么去？啊，我白给你看鹦鹉啊，白给你看家了呀。我试2件衣服那儿看得起你，真以为自己有钱了不起啊？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。我这刚跟你说的话就白说了。爸，他到底说你什么了？人家说什么不重要啊，重要的是咱做的得让人说不出什么来。要不我不让你拿人东西了。对了，那包给人还了吗？那包对他不算什么，他那么有钱。他有钱是他有钱，把那包给人还了去。我告诉你，杨树苗，做人最重要的是问心无愧，这比你穿什么衣服、背什么包重要的多。爸，我觉得咱俩英雄所见略有不同了。如果卢梭的想法也跟您一样，做人得问心无愧，那么我们将会少一本世界名著《忏悔录》。告诉你，你要再这么下去，你就该忏悔了。